你知道吗？包含了苹果、亚马逊、小米在内全球第一线的科技公司现在都投入电动车的研发。究竟电动车产业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电动车市场的成长到底有多惊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动车产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许多知名车商都推出了他们的全新力作，像是 BMW 推出了最新概念电动车，车身上面覆盖了一层电子纸，只要按下按钮就能够自由的变换外观颜色。宾士则推出了全新的纯电跑车，车背上面有着仿生鳞片会不定时的自主呼吸。那虽然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基本上算是概念车，离进入大众市场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可以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全球车厂的未来开发方向几乎都以电动车为主，甚至日本丰田汽车还砸下了大笔的经费，打算投入飞天电动车的研究。而不只是传统车商，现在连苹果、亚马逊这样子的科技公司也在摩拳擦掌，准备制作电动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电动车产业到底有多诱人，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进电动车市场？而当全球都在分食这块大饼的时候，台湾的定位又在哪里呢？在全球环保意识抬头之后，电动车成为了各国环保政策的重点指标。不久之前，欧盟正式达成决议，要从2035年开始禁售燃油车。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等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政策，陆续推出了燃油车退场的时程表。而各国对于电动车的大力支持，更让电动车产业呈现了暴风式的飙涨。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纯电动车跟油电混合车的全球销量每年都在快速的成长。2021年的销量甚至比前一年整多了1倍，达到了年销量近700万辆的新纪录。而且这700万辆的数字，现在也才占了所有新车销售的10% 左右而已。也就是说，电动车产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可以进攻。专家预估，未来几年电动车市场都会快速的爬升，而到了2030年左右，电动车的销量也会打败燃油车，成为多数人买车时的首选。讲到电动车时，大家可能会很直觉的想到马斯克特斯拉。的确，过去的电动车产业，特斯拉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但如今，它的霸主地位却是岌岌可危。这几年，传统车商纷纷转型，像福斯汽车、BMW、丰田等等的车厂都不惜砸下重金研发新世代电动车，全力把市场抢回来。而另外，中国的电动车军团也来势汹汹。根据2022年第一季的资料，全球纯电动车销售的前10名当中，包含了比亚迪、五菱等等的车商在内呢，就有6个是中国品牌。而因为纯电动车的研发不再仰赖传统引擎技术，也为其他的科技公司敞开了大门。苹果、亚马逊、小米、百度、Sony、鸿海等等的科技公司纷纷宣布参战，有的是自主研发，有的是跟车商合作，让电动车产业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那讲到了这里我们大致了解了电动车产业的现况跟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的是，其实台湾在全球电动车的分工当中超级重要。跟过去的燃油车不一样的是，现在新推出的电动车大多配有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功能，像是即时侦测路况阻止车道偏移、全自动停车等等。而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刚好是科技实力坚强的台湾有很多发挥空间的地方。举例来说，普通的燃油车可能只需要40多种晶片就能够运作，但一台高阶的自驾电动车可能就需要150种以上的车用晶片，让车用晶片的需求大增。而这样的状况呢，也让不少台湾的晶片设计、半导体厂商吃到红利，像是日月光、恩智浦、华泰电子等等就搭上了这波顺风车。另一方面，现在的新车大多从机械仪表板改成了大尺寸互动式多功能的数位仪表板，让面板业受惠。像是台湾厂商金捷达就是主攻车载面板的电子厂。而除了刚刚讲到案例之外，在产业链当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台湾厂商的身影。一辆电动车需要高达数万个零组件才能够组装完成，再加上附属的配件系统，牵涉到的产业面非常的广，从制造链的零组件到组装，到处都有台湾厂商的影子。在零组件呢跟原料方面，台湾有许多的厂商负责车灯、电池、显示器等等的基本零件的制作。举例来说，现在一辆车都会配备多个车用镜头，用来呈现倒车影像、环车影像，或者是雷达系统等等。而台湾光电厂亚洲光学跟嘉陵科技就是主打高阶欧美车用
用镜头的厂商，这已经打入了一线车厂的供应链。而在系统整合方面，包含了充电桩系统、自驾系统、通讯系统等等。在这个环节呢，台湾汽车电子厂车王电透过发展电池管理以及后端储能系统，成为了许多车上的后盾。而最后，在完整车辆组装方面，像是台湾的华德动能，主打电动巴士以及后台管理系统。不久之前呢，还成功的外销电动巴士给日本的公司。那么，台湾参与电动车制造的厂商那么多，我们要如何整合才能够加强优势呢？这里我们要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的前身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加工出口区，发展到今天已经50多年了。虽然大家听到加工出口区想到的可能是当年做衣服、做玩具的代工制造业，但其实现在的加工出口区早就已经大变身，转型成为了高科技产业园区。园区内呢，已经有半导体封测、显示器、光学、电子、资讯软体等等的产业聚落。而在这其中呢，半导体封测产业能量更是领先全球。科技产业园区内累积多年的产业实力，遇上了电动车起飞的黄金年代，出现了大好的套金机会。举例来说，可能比较少人知道，其实特斯拉呢有75%的零件都是台湾制造的。而在科技产业园区里面，像是辛勤啊、瑞仪、世德、宏利等等的供应商呢，都是这个电动车产业全球制造不可或缺的拼图。那么，为了提高电动车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科技产业园区正在辅导相关的业者，希望能够完备供应链，促进电动车厂商的聚集经济。刚刚在谈到供应链时介绍到的所有厂商，包含了亚洲光学、车王电等等，都是在园区里面的重点企业。而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园区能提供许多的优势，像是靠近高速公路啊、港口跟机场，货物运输方便，或是提供租税减免、租金优惠，让厂商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不同的园区也都有各自主打的重点项目，像是高雄楠梓及前镇屏东园区，主要是被动元件、半导体 IC、显示器及扣件的产业聚落；而潭子及台中港园区则是以影像镜头、电控模组为主。目前持续开发中的高软园区则是数位软体、资讯内容的产业聚落。而现在台湾各大城市正在发展与规划低碳智慧交通，科技产业园区串联在地城市资源，成为低碳智慧场域。期待更多的产业可以与园区携手合作，布局未来电动车的发展。多数的专家都预测，电动车市场这几年将会飙速的成长。我们认为台湾可能需要尽早卡位，才能够找到自己在全球市场定位。不过，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想要站稳脚步并不容易。现在的电动车产业已经被全球视为重点发展项目，各国政府纷纷以国家的力量给予厂商不少的资源跟政策的支持。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呢就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各地部署充电的基础设施，也提供电动车厂商不少的补贴跟优惠。而中国除了减免电动车税金之外，也简化了行政程序，让电动车厂商可以加速的扩厂，抢占市占率。而当各国以国家队的形式来应战时，台湾厂商单打独斗可能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可能要打团体战，才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一较高下。像是科技产业园区提供的产业聚落，就是一个整合相关资源的场域，帮助台湾厂商抢进市场，打造出下一个护国群山。那这集就到这边了。今天想问大家，全球电动车的数量快速的成长，许多电动车零组件系统也来自台湾，你会考虑买电动车吗？会哦，非常期待电动车接下来的发展，并不会还是比较习惯驾驶燃油车，所以还在观望哦，需要综合比较价格、性能等等的条件。第一，完全没有考虑，现阶段根本没有办法买车。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电动车的未来。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半导体是什么，以及电动车真的环保吗？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